過去我們談到了青光眼，我們談到了白內障，我們談到了黃斑部病變，特別談到了視網膜剝離，你會覺得那是老人家的病變嘛？你可能要到60歲以後，你才要去擔心這件事情。可是沒有想到這幾年來這樣的一些狀況，包括黃斑部病變，包括青光眼，包括視神經的這個變化，居然越來越年輕化。有人講說你是用3C 用太多了，有人講說你是這個所謂的高度近視所造成。可不管怎麼樣，我們就要先搞清楚，當你的眼睛發生什麼樣的狀況，你就要開始有警覺。因為我們知道，包括視網膜病變，你的整個急救的時間只有幾個小時。你若過了這幾個小時的時間，你的視神經會大量的死亡。你若過了這個幾十小时間沒有進行雷射，沒有進行補救的話，你的眼睛可能就沒有辦法重新恢復。如果就像青光眼一樣，很多人一開始沒有警覺，當你没有警觉，當你發現自己我好像有青光眼的徵兆的時候，你去檢查的時候，可能已經非常嚴重。眼科的病变最可怕的是，我們知道很多的疾病是可逆的，但眼科很多的病是它不可逆的。在不可逆的狀況下，你必須要提早的發現，你要提早的檢查，你要提早的治療，這對你的人生才會有幫助。那好的問題來了，那我們要怎麼樣子透過我們現在的視覺，我們要在怎麼樣的狀況下發現，我眼睛可能有問題了？而怎樣的狀況它是相對於黃斑部病變，什麼樣的狀況它是相對於青光眼，什麼樣的狀況是視網膜剝離？那我們要發現這個狀況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樣去治療，怎麼樣去求醫，怎麼樣來警覺？這個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好，所以在這一段裡面，我們特別邀請了遠見眼科的院長張聰奇來跟我們討論。院長你好。寶傑哥好，寶傑哥好，大家好。好，院長，我們剛才講到，其實對很多眼科來講，我就覺得非常困惑是，眼睛有的時候本來就會有一點模糊啦，可是你睡一個覺又好啦，或者有的時候你睡午覺之後，啪的眼睛一長起來不見了，可是過一下就好了。那我怎樣的狀況是有問題，怎樣狀況是沒有問題？大家覺得非常困惑。那一開始當然我們就先找一些影片來告訴你，當你看到什麼樣的狀況，你就要開始有警覺，因為什麼是黃斑部病變，什麼樣是白內障，什麼是視網膜剝離，怎樣是老化，你看到的狀況，那跟你的這個所謂的病變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像我們來看第一張圖，就是第一張圖，我看了以後我嚇一跳，因為黃斑部病變是黃斑部病變，如果你正常人的視野，就我左邊這邊正常每個方格都清楚，對。可是我如果說已經到了黄斑部病变，我到了右邊。對，我的整個眼睛中間是黑點，而且我的所有的線條是扭曲的。對，沒錯沒錯。寶傑哥呢，我們的黃斑部呢，就是在我們眼睛如果像相機一樣，它是一個相機它的底片。那底片上面呢，如果我們想象一下，它上面有一些污點，那或者是有一些變形的地方的話，那這時候我們洗出來的相片就會像右邊這個形狀。對，而且呢，我們平常要怎麼檢測呢？我們要兩眼分開檢測，因為當我們只有一點點病變的時候呢，我們自己两眼好的會帶壞的眼睛，所以我們就感受不出來。对，我們有時候只是覺得，怎麼線條？我現在開車怎麼線條歪歪？但是事實上自己沒有分開檢測，自己不知道的。所以我們做這個圖形檢測的時候呢，我們可以自己下載這個黃斑部病變的方格紙，在電腦上面隔大概30-40公分左右，然後注視中間的點。分開兩隻眼分開檢測，左右看。对，我們可以大概1個禮拜檢測一次，我們可以知道說自己眼睛上面有沒有一些細小的病變開始。對，這是黃斑部病變，所以大家都會懷疑說自己到底有沒有黃斑部病變，這是自己在家可以做的一個檢測。也就是說，我知道我們兩個眼睛，如果眼睛一個壞掉了，我有一個朋友就這樣，他的左眼是弱視，他右眼是正常，可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弱視，是因為他完全他的左眼去 cover 他的這個視觉，習慣了他。等到有一天他發現不對勁的時候，他發現他右邊的弱視已經非常嚴重，已經沒辦法救了。对，所以甚至有很多老人家是這樣子，然後呢，他們已經一隻眼睛已經黄斑部病变到已經瞎掉了，另外一隻眼也開始很差的時候，才會被拖來說你怎麼走路一直撞到東西。對，所以其實真的要，但是其實這是可以被預防、可以被控制的。所以真的要。所以其實我都說我們要回去南部看看我們的老人家他們到底現在過得怎麼樣，然後帶他們去做個眼科檢查，因為年紀活得越大，眼睛的一些零件都會越來越差。好，那剛剛講再看一遍，就是這個是黃斑部病變，看了我有點嚇一跳，還好我現在沒有。第二個就是當我的黃斑部病變的時候，剛剛講會有這些症狀，這是症狀，對，會有這些症狀，就是我會有模糊，我會有黑影。然後我有變色，我覺得最可怕的是扭曲，它的線條會整個扭曲，它會扭曲，所以他開車就怪怪的，嘿，對，而且有些人是說看 Excel 表格啊，或什麼，其實很多年輕人有黃斑部病變，所以我就看這個表格怪怪的，对，就出現這種問題了。所以當你看到有扭曲的時候，是你的黃斑部就可能是黃斑部病變。對，沒錯。對。好，那另外就講了。黃斑部病變，你看它的顏色也會就我們剛剛前面不看嗎？對，你會變顏色。對，比如說你的正常顏色裡面，你的扭曲以後。
顏色會變淡，沒錯，你的那個時候顏色跟顏色的邊際會變得更模糊。對對，那我都把它形容說，我們像地毯泡過水一樣。地毯泡過水啊，对，地毯泡過水啊，那再退，就是即使我們打針完，其實這個是可以被治療的。那像這個圖形是糖尿病的病變，那我們打針打了幾次針之後呢，它的水會慢慢退掉。對，可是呢，它造成的影響永遠都在，就是說水退掉之後，我們的地毯還是褪色了。啊，所以我們要盡早預防它，不要讓它有積水。那積水有的時候要盡早打這個抑制血管針，讓它水退掉，不要讓它的黃斑部細胞一直泡在水裡面，那它的細胞會一直凋零掉。好，那剛才講，現在很多人聽到的黃斑部病變、紋色變，因為你剛才講，我只要想象我看的東西是這樣，線條扭曲，中間有黑點，我想光開車你就走路，那個對你的心理壓力倒是非常大。那另外現在越來越多人，像我現在這個年紀，我的朋友幾乎都有白內障，沒錯，然後都要換水晶球，沒錯。那這個就是白內障，白內障之前的那個水晶球，它會混濁，對，所以如果我要怎麼樣去感知到說我有白內障，是我看到東西就開始變模糊嗎？对，它变成說它會慢慢，而且這種是漸進式的啊，所以慢慢的變模糊，然後顏色會變淡，然後晚上的視力會變差，然後老花看東西會覺得一直要調整焦距，那這就是白內障的早期症狀。那這時候我們就會在眼科經由醫師確認說是不是白內障，甚至其實現在年輕化，像我下個禮拜要幫一個13歲的小朋友開白內障，13歲，那我上禮拜幫3個40幾歲的開白內障，所以基本上現在白內障是一直在年輕化了。對，那年輕化可能跟那這個小朋友當然是因為他先天上的一些基因問題，對，還有就是他點的藥水問題。那另外呢，40幾歲的人大概就是3C產品過度使用，或是本來的高度近視。對，那所以現在以前阿公阿嬤，像我爸媽他們年代都70、80歲才會開白內障，對，現在很多40、50歲就需要開白內障，太多了。所以你剛才講把我嚇一跳，就是說，我現在白內障，我以為說我因為我們講視神經就是你的水晶體渾濁嘛，渾濁就等於說我今天那個片子倒進去以後，我的那個等於鏡片，對，鏡片是髒的，鏡片渾濁，我當然看不清楚。对。可你說重點是我到了晚上我會視力更糟糕，变暗，因為這個水晶體呢，它是本來是清澈透明的，那裡面是像蛋清一樣，但是呢，它隨着時間呢，它慢慢的被煮熟變蛋白了。變蛋白了啊！那變蛋白的時候，光線都透不過去了。对，那光線透不過去的時候，它當然就是晚上就會變得很暗這樣子。所以你的形容說那個白內障是你的水晶體裡面的蛋白質，對，蛋清，對，蛋清變蛋白被煮熟了。好，那另外一個就是青光眼，像我自己也有青光眼，而且我是沒有任何徵兆，我是做了體檢之後，我做了這個眼底攝影，他才跟我講，哎，你有事，所以我現在也在定期檢查之後，跟我也覺得開始警覺說，原來你今天是青光眼，導播在看的畫面。青光眼一樣，我在做左邊的時候是非常正常。原來青光眼是你的视線會越來越窄，对，越來越窄。所以這是好事。你看寶傑哥早點發現，就早點被控制。所以寶傑哥現在的視野就像最左邊那一張這麼好。但是呢，如果晚個30年發現，那可能就變成像右邊那一張。對。所以其實現在的科技發達，一旦被發現青光眼，其實基本上我都可以說啊，你不會失明了。99.9%人都不會了，因為現在藥水太進步，現在科技太進步，但是就怕太晚發現，所以定期檢查很重要。那我都說現在的青光眼，我都說他如果說是從100分到0分變失明的時候，那寶傑哥是在大概80分的時候就被發現。我都說視野檢查是在60分不及格以下才會有視野問題。那寶傑哥現在是用視神經纖維層厚度的掃描，看它厚度的變化，看有沒有從80分往60分前進。所以寶傑哥永遠不會像右邊這張圖一樣，永遠不會。對，只要有毫控，永遠不會。因為我小時候聽到的青光眼根本就是眼科的絕症，好像得到了這個青光眼，你下一步就知道跟失明做一個等號了。對。可是你要講，原來青光眼是一個很大的 range。對。因為它青光眼根本就是你的視神經慢慢變薄，沒錯，開始受到損害了。沒錯。可是你的視神經還沒有到那個點的時候，其實你是可以看到完整的。沒錯。就算稍稍受損，我可以讓它止跌，不要再下去。沒錯，它是很容易被控制的。所以而且。但最重要的是青光眼的普及率太高了，是5%哦，所以我們一整個辦公室裡面就會有好幾個人是青光眼，只是說沒有被發現而已。所以青光眼病患是非常多的。所以是其實是很多隱性的，我沒有被注意到的，要檢查才知道。好，那這張圖我有可能辦，就是說，當你有青光眼，是，你也有可能它是等於說我有複合性的，對，所以就這樣講，我的正常是左邊這個，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有黃斑部病變，我也有青光眼。我就會整個這樣子扭曲起來。對，這個就是運氣很差了，但是這不是不會發生，這是常常發生的事情，就尤其是高度近視的患者身上。對，常常因為高度近視會有4大病變，我們從一個眼球從最前面會有早發性白內障，然後會有視網膜破洞造成視網膜剝離失明，然後會有黃斑部病變，然後會有青光眼視神經的退化，所以
這個高度近視就有這4大病變啊，這都會失明的，所以最好是不要高度近視啊。所以但是很多高度近视人进來就會說啊，那醫生我高度近視，我現在該怎麼辦？我現在可不可以預防？我說沒有得預防，預防在你小時候就該預防了，不要讀那麼多書。對，那現在呢，你只能夠每年來找我看一次，我們幫你好好檢查你們這4大病變這樣。對。好，那你可以提到說，我不管是青光眼或者是黄斑部病變，我可能都是慢性，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你說有一個講的，我覺得非常可怕，它就是視網膜病變、視網膜剝離。對。視網膜剝離的時候，等于說一開始我們覺得我們都會有一些飞蚊症，像我眼睛會有一些飛蚊症，可是我去檢查，他覺得說還好，你的視網膜的這個所謂的狀況，那個粘着度都還好。可你說，如果真的你發生視網膜病變的時候，你如果不能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雷射的話，你會跟失明。对，我們把視網膜想象成我們眼球裡面那個視網膜，它貼在最後面，它像壁紙一樣。那它是從後面的牆壁接收養分，它也是我們影像的集中的一個區塊，接收影像的區塊。那如果它從後面的壁紙剝落，壁紙從牆壁上剝落下來，那它就會喪失養分的供应，它就會乾掉。所以呢，假如說我們這個視網膜剝離超過3天以上的時候，這基本上視網膜都開始漸漸枯萎了，再貼回去的視力都已經大幅受損，可能回不到0.5以上了。所以我視網膜，比如說我今天眼睛突然看不清楚了，然後那我如果不能馬上開刀，不能馬上雷射，今天晚上就要進去開刀了。所以我們以前在醫院常在當天晚上就進去開急診刀，就是眼科醫師就是會開急診刀，都是半夜視网膜掉下來，就白天掉下來，半夜進去開了。所以視網膜剝離是要去搶時間，沒錯，跟失明搶時間，沒錯。越晚一天，就是說我只要晚一點點時間，都會差一些，它的神經就一直在剝落。但是也不要給醫師他，因為現在你像員工，现在護士不好找，就是大家還是有勞基法，所以現在其實，在醫院很難當醫師啊。就是我知道病患大家都很趕，可是呢，我們還是要就醫院的現有狀況去調整。但是大部分來講，都會在1天左右把這個刀開掉了。好，那你剛剛講的視網膜病變那麼可怕的話，就是我們導播，我們再看一下剛剛的畫面，就我要怎麼樣開始去感知說，我的眼睛開始會有問題，因為一開始講說我會有飛蚊症，然後開始會眼睛會有一些的這種所謂的小小的黑塊，那我要到怎樣？比如這個是不是就飛蚊症？對，這個就是飞蚊症。那我的飞蚊症要到什麼樣的狀況是變成？因為你說現在過猶不及，有的時候我有1-2條黑蚊，我就趕快跑去找醫生，就沒那麼嚴重。有的已經很嚴重了，我才去找醫生已經來不及了。對，所以看變化最重要。變化，那但是其實如果說突然變出1-20隻飞蚊，然後又伴隨閃電，這種閃電，對，閃電就是我們的玻璃體在拉扯視網膜。因為视網膜會掉下來，不只是有一個破洞，它還有一個拉力才有破洞，所以我們眼球中央這個膠質叫玻璃體。有些人的玻璃體就是特別的粘稠，這是屬於先天的。然後呢，又伴隨這個人高度近視，視網膜變比較薄，它就比較容易拉破洞。那拉破洞的時候呢，它這樣拉扯的時候，我們眼睛就會閃一下，閃一下，就眼睛閉的時候也會閃一下，閃一下。然後又有很多的飛蚊的時候，這個跡象實在太明顯了，任何人都知道應該要找眼科醫師，但是有些人就是懶得不得了啊！视网膜掉下來的時候，他就說：“醫生，我真的覺得怪怪的，他已經失明了，就是要趕快緊急開刀了。”這樣，但是有些人真的太敏感了，1-2隻都在那邊說：“醫生，我來看眼睛了。”我說：“你怎麼每天都來？你不用每天都來好不好？你這沒事好不好？”那所以其實基本上都是我們要看變化，就是說突然之間變出很多隻的時候呢，突然變很多隻，對，那或者是眼睛有不正常的閃一下，說眼睛閉着也會閃的時候，那這時候都是一些跡象，都要趕快先檢查。而當開始有點小破洞的時候呢，用雷射把它補起來，就不會越來越擴大，就不會掉下來了。那我弟說，那怎樣叫多隻呢？我們剛剛看到畫面，1隻、2隻、3隻，大部分的人越高度近視越多隻啊，所以就是看變化。就是如果說現在有3到5隻，那醫生檢查過沒事了，那我們就安心，那就每年定期健康檢查1次。但是如果突然間現在3隻變10隻了，那肯定要檢查了。好，那你曾用這個所謂的照相機來做形容。有的照相機從開始的鏡頭，然後開始這個底片，也就是我們的眼睛，在某些地方就是比如用照相機來形容的話，我要怎麼來看待我的眼睛？對，那我要發生什麼樣的狀況，知道我的眼睛跟照相機裡面哪個部分出問題？對，那眼睛真的就是上帝給我們的一個照相機哦。我們如果從最前面開始的時候，這個鏡頭，其實我們眼皮會扎的時候，這是像我們就乾眼症，就是如果我們眼皮沒有在扎，然後我們沒有一個正常淚膜分泌，那就是乾眼症。那所以呢，就像我們鏡頭裡面有東西在擦一樣啊，就是眼皮就是这種把鏡頭擦乾淨。對。那可是呢，這個鏡頭呢，如果變髒污的時候，那個叫白內障啊。所以這個鏡頭剛形容就是淡青變淡白，慢慢這個隨着年紀一定會被太陽光煮熟。所以我們出門在外戴太陽眼鏡很重要。那不要讓他眼睛太外被煮啊。3C 產品
盡量少用哦，也會把我們的這些有些藍光也會把我們的白內障慢慢的煮熟，但是沒有大規模統計，但是很顯然的，現在人用那麼多3C產品，白內障早發看起來是有一點相關性的。對。然後另外呢，我們到眼睛裡面叫玻璃體，玻璃體有些飛蚊算是正常，但是呢，如果有很大量的飛蚊突然產生，那可能就要檢查周邊的視網膜，那視網膜如果有破洞或者糖尿病病變，我們就要去做治療，然後到裡面的最裡面的底片的時候呢，那這是我們的黄斑部。那黃斑部上面我們就，如果說黄斑部有任何的扭曲啊，或是污點啊，就是黃斑部病變，那這時候我們看東西就會開始覺得怪怪的。對。那最後到後面的視神經，視神經就是我們的傳輸線，就是青光眼位置。那假如說呢，它青光眼越來越發作的時候，越來越嚴重的時候，它就傳輸線會從周邊開始一直被受損，一直只剩下中間的視野。對，所以這整個眼球就是這樣子，就相机接傳輸線接到我們大腦去這樣子。好，那你剛剛特別提到說，這些不管青光眼啦、白內障啦，不管視網膜剝離啦、黃斑部病變啦，它其實都有越來越年輕化。你下個禮拜居然還有14歲的、40歲的，對。現在這種年輕化的狀況有多嚴重呢？其實我真的覺得越來越嚴重，害我都覺得我自己是有白內障的，就是对我現在看好多40幾歲來的，然後就真的白内障很嚴重的。对，以前其實，在20年前沒有那麼多，但是現在真的越來越多了。然後大家對眼睛的依賴其實很明顯就是有加重。那大家对於像我昨天也開一個從美國回來，他也是就單眼他就是白內障，另外一隻眼還沒有。對，然後42歲而已，就是蠻多，太多了。好，對。那你不要說台灣現在眼科的疾病其實比其他國家有時候來更嚴重。對，因為台灣的高度近視是全世界最高的。好，那我如果高度近視，怎樣？多少是高度近視？其實500度以上算高度，500度以上的，我自己本身也是500度嘞，500多度嘞，所以我算高度近視嘞。对，以前都覺得500多度很正常啊，事實上500度在國外就已經是名列前茅嘞。對啊，500多就在。對。那如果是1000多度怎麼辦？就超高度啊，就超高度。對。那就是非常危險，非常危險。好，那比如說，假設說我已經是500度，或者說我現在1000度，對，那我做雷射，我把它都薄啦。都正常啦，我看清楚啦，那我是不是就正常？還是說你是高度近視，你是500度、1000度，不管你做雷射治療沒有做雷射治療，你都會比別人更可能有眼科病變？沒錯，那我們的近視呢，就是因為我們眼球呢它變長，就是我們一直不斷的用眼的時候呢，小時候用眼，它眼球就會越來越長，因為它生長激素用在眼球，所以我每次都形容說，我每次都跟小朋友講，因為現在我們的小朋友近視控制太重要了，對，那當他身體有很多生長激素的時候，他如果去外面跑跑跳跳，他就會長高。如果他用在看書，他眼球就会變長。那變長就是眼球像吹氣球一樣。對。當你眼球越長，度數越高。所以呢，的確越高度近視，眼球就越不健康。所以剛剛寶傑哥講的就是，當我們想說啊，反正有些家長說啊，反正近視就算了，就戴眼鏡就好。是的，當你們越多100度、100度、100度的時候，我們有這些病變的幾率是一直指數型上升走。好，所以1000度的人絕對會有很多問題。比跟300度人比起來，絕對會很多問題。所以，而且這就不是只是單純做雷射就好，因為單純做雷射只是在我們角膜上面雕刻我們的度數，讓我們前面不用再戴眼鏡了。可是呢，整個眼球還是一個吹氣球，吹成很膨脹，它很脆弱的一個眼球，所以這些病變都持續存在。所以從年紀還小的時候把度數控制住，所以我每次都要欺騙小朋友，不要說欺騙了，就哄這些小朋友說：你看你現在正在長高的時候，你去戶外打球，你就會變高、變帥哥、變美女。你再多蹲在那邊看書，你就變青蛙，眼球會凸出來。對，你要選擇哪一種人生啊？他們家長就很開心，就我們要這樣，醫生要哄小朋友，哄給家長看。可是我好奇的是說，那台灣的近視這麼嚴重，是跟我們的基因有關係？還是說我們真的是戶外運動太少，我們太少出去運動？有很多種因素合在一起，就是說我們亞洲人的華人族群的確比較容易近視，然後再加上我們是科舉制度，就10年寒窗勤苦讀，一舉成名天下知。那整整10年時間都在那邊讀書，對。然後呢，我們又是寫繁體字，然後繁體字又比較繁瑣。那我們小時候只要一不乖，就我的名字又特別繁瑣，每次叫我重寫3堂，我就哇，真的痛苦要命啊！在國外 ABCD 26個字母，從來沒有人叫你寫這些字的。對。那他們上課時間就從早上9點到下午3點，我們是從早上7點到下午5點繼續補習啊，所以我們一整天都在看近的，又用繁體字，還有科舉制度，到大學才解脫。這基本上就是一個最好的溫床，高度近視的溫床就是這樣子啊。對。好，那現在剛剛講到的，很多年就，等於說超高近視是一個不可逆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有，比如說超過500度，你可能都要定期去做檢查，你一定要把，因為你說不管是黄斑部病變，不管是青光眼，你所有的可能都會有。好，那我們在講呢，現在很多人開始講青光眼是一個隱形的哦，很多人沒有注意到，像我就是這樣，因為我們過去都知道說青光眼是你要高眼壓，
是你的眼壓可能要到18、20、22，你才可能青光眼。可是我的眼壓一直都壓在12上下，或者有时候11，这就叫低眼压性青光眼。所以为什麼會被發現？這就是現在科技的進步。所以我都說，形容以前的青光眼醫師有點像算命仙，就要看着你的視神經盤，然後要看着你的眼壓，就覺得我要猜測說，你可能過20年之後會有視野缺損，你可能會視神經失明。我說現在不用了，現在我們可以單靠視神經纖維層。對哦，連小學生都會看，就說啊，原來這個視神經纖維層變比較薄了，那這個人開始可能有青光眼了。對啊，這時候就開始控，那接下來就變化，變化最重要。我們現在視神經纖維層有80分的厚度，那它如果2年之後變70分，那肯定在退化嘛。對，那我們大概就每半年追蹤一次，因為有些人的確先天就長那個樣子，那所以變化才最重要。可是以前單純靠肉眼看的時候，根本不準啊，所以單純靠肉眼看我們的視神經到底長什麼樣，真的很不準。但還是有準的，但還是有它的用處啊，因為這個可以大規模篩檢，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斷層掃描，因為這種斷層掃描太貴了。因為我知道，就是如果你要去做檢查，你要做眼底攝影，眼底攝影這是過去式，但是眼底的斷層掃描這是現在式，而且還有分機型的高階，因為越高階的它可以偵測你越細微的變化，它可以真的做到系列性的追蹤非常細微的變化。對。所以你說現在光做眼底攝影還不夠，還要做眼底的斷層掃描。眼底斷層掃描太重要了，对，太重要了。那才可以清楚的判斷你的狀況。因為眼底攝影只能看到表象而已。就像我現在看，我當一個內科醫師，我看你這樣好像，這個你好像沒什麼問題。可是你要照斷層掃描，還是要說我是不是真的沒有問題啊？對。因為有些小病它不是只是看表徵，所以以前都看我就拿一個聽筒聽你的理學，看有沒有哪裡或壓有沒有腹水。對。我們直接照一個 CT 不是最快嗎？而且可以看到那種很小的病症，還不會引起身體的病症，我們就會照得出來啊。好，那現在在講青光眼的時候，還有一個是說，因為跟你的眼壓有關係，那跟你的眼壓有關係，你就講，你不要做重訓，你那個重訓的時候，你的全身壓力都會變大，那眼壓力變大，你眼壓會變大，那所以說你的眼壓變大了以後，你就會因為重訓的關係會造成你青光眼，是這樣嗎？因為它的假想是說，我們這樣用力的時候，他可能眼壓會上升，壓迫視神經。可是呢，我們也沒辦法重訓太久。比如說但這些人還是會有點疑問，說他會害怕。我說沒關係，那我們現在就多舉一點，就是說多次，然後減少重量，就是不要憋氣憋太久。對，但事實上其實這很難造成嚴重的傷害了，因為你不可能憋氣憋太久，沒事不會一直憋氣嘛。對，但是我們還是要讓這些人安心一下，說我們就舉重多吃一點啊，然後我們的重量用少一點這樣子。對。就像我就覺得我最多1秒鐘就結束了，也不可能。對啊，他不會舉太久了，而且其實這樣子讓血液循環，有運動總比沒運動好，所以運動是有幫助。對，所以我都勸很多青光眼的，所以很多青光眼患者問我說要怎麼樣保養，我說其實要怎麼樣不保養，就是說當你有三高的時候，當你的血液循環不好的時候，因為視神經那邊有很多血管，當你循環不好的時候，你就會變成青光眼比較嚴重。好，那所以我就很多患者聽到我們要循環好是，那我就跑馬拉松，就一跑就跑了6大馬回來，我自己都還沒跑完，他就跑完6大馬回來，所以這些患者有些時候真的很認真的。那跑這個東西真的有用嗎？其實還蠻有用，因為他的循環就會好啊。那不管有沒有用，他對他人生是有用的啊。對。好，那現在講青光眼，我們剛剛講，你現在台灣的病變很嚴重哈，就是我們台灣的高度近視非常多，然後另外還有一句講說我們的3C 使用的比例非常高。那在講到青光眼或者眼部病變的時候，有一個講說，第一個你的3C 產品，你的手機不要用太久，不要用太近。還有一個特別強調是，你千萬不要在黑夜的時候，對，沒錯，晚上關燈，就晚上關燈只看那個，真的很傷眼睛。那很傷眼睛，所以那很傷眼睛，很傷眼睛。就是像我們有人會拿手電筒一直照自己眼睛嗎？而且照3個小時不會嘛？可是，在拿手機看就是這樣子。如果當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旁邊那個人一直在用手機的時候，說怎麼那麼亮很煩，就想把它敲下去，就要趕快睡覺。但是事實上我們自己看的時候都不自覺，就一直看，因為太認真了。所以這些光線的第一個，我們這個藍光會造成我們的褪黑激素會混亂，所以我們睡眠就不正常，就變成睡不着覺。那第二個就是它會一直穿透我們的水晶體到我們的黃斑部，那這時候會對我們這些都會造成我們的眼睛裡面的實質上的傷害。所以晚上睡覺滑手機真的是很要不得啦。那好，那晚上睡覺不要滑手機，那我把燈打開會不會好一點？會比較好一點，但是就睡不着了。因為眼睛也需要休息，因為睡眠就是一個休息，讓整個身體恢復啦。那如果一整晚就只睡一點點，那眼睛也是沒辦法恢復啊。不管怎麼樣，就是你現在這個3C產品，你如果在黑夜裡面，你沒有其他的光源，你只有手機的光源，然後照你的眼睛，一定會造成很大傷害。那你剛剛講說，特別用照相機來形容我們的眼睛，那就是光學。
是光學你還特別提到了白內障，白內障就是把我眼睛給煮熟了。那也就是說我晚上看3C產品，那個光是有也會把我的白內障給煮熟嗎？雖然沒有統計上，因為現在手機才剛出來這10幾年嘛，那所以沒有統計上的大規模的，但是事實上我們發現那麼多人開始有提早白內障，這可能還是有一點關係的。對，你覺得這個是有關係？因為3C產品這樣一直照，其實這光線都透過我們水體一直進到黃斑部去的，所以這的確有可能光害的累積是有可能的。對，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斗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